既说中国是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又说中国是一个在全世界扩张势力准备要称霸，所以这种矛盾让我们听了也觉得很崩溃。对不对？美国2020年全球海外基地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美国的基地了。北极有个太空基地它的战略轰炸机都可以在南海巡弋这边怎么可以说是中国的霸权？南海就成为这个中美之间博弈很重要的一个场域。黄祸的记忆被唤醒了，依照苏联模式，钢铁红的记忆被唤醒了。美国的恐惧感，它所造成的反而是中国周边邻国加速的跟中国来合作。西方人说中国说在这边搞霸权，事实上所谓霸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是政治上的控制，第二是经济上的榨取。不但古代中国没有，今天中国也没有是中国陆地上的防务是非常沉重，中国必须要不断的布局。所以地理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可以拿中国跟美国比一下，你就知道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Here's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作战节目，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要来聊我们的专家讲坛，要谈什么呢？最近有一则消息让各方非常关注了。怎么回事呢？在南海上空呢，中国跟美国的军机竟然只相距3公尺各位这个可是在天上不到1秒的时间，可能2机就要相撞了。为什么中国军机会跟美国军机发生如此冲突？其实这也不是最近的事情最近包括海上的船、天上的飞机，甚至中美之间的博弈似乎又开始在聚焦南海这一块，这是为什么呢？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菲律宾相较于之前杜特地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好，小马可斯总统现在呢跟中国也多有这样的一个局域所谓的南海主权议题包括之前我们谈到黄岩岛的议题还有像是呢这个拉锁链这个到底有没有剪断都变成其中的一个焦点海上的霸权是现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指责的。那陆上呢，我们也看到一带一路峰会刚刚结束。西方呢，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呢，基本上都没有参加，甚至还传出意大利要来退出到底西方为什么对于中国在陆上呢，也是非常的警惕又同时牵涉到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也就是呢，另外一边高唱了中国崛起论、中国争霸论，但是呢，又认为说中国快不行了，高唱中国崩溃论。既争霸又崩溃，其实这样的论述不仅是在西方的媒体在台湾的媒体也占有相当的版面也是相当的有影响力的看法。但这种嵌合体为什么会呈现在我们的舆论市场？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到底中国是要崩溃还是要争霸？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一谈最近一系列呢这个所谓的中美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一些大事它背后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历史脉络那关于这个历史跟现实的差异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请学长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因为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冲突事件的发生那最主要第一个就我们刚才讲的军机相距不到3公尺，这个差点在南海相撞，这个是由美国的 B-52轰炸机所拍摄的最近的 B-52呢，在南海的上空在进行夜间飞行的时候呢，有一架呢中国的战机歼11呢，非常的靠近。那美国当然就很生气他指控说你这个驾驶的方式不安全也不专业。而且呢，你不受控飞得太快了吧？那另外呢，美国就公布了刚才我们上述所看到的这个影片他在影片里面呢，就是控诉说，你看你们这是极度危险的。事实上，不止这一次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是美国的驱逐舰跟中国的海军舰艇，前一次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时候的航行中呢，也差点要来相撞最近小马可斯总统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急剧在变化，包括我们之前讲的黄岩岛的事件但是你想如果中国正在南海要来争霸，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争霸？可是如果放眼历史来看，好像中国过去并没有在南海占领过什么样的领地，甚至扶植过什么样的国家。像你怎么解到底美国对于中国的南海争霸梦甚至写了一本书嘛，这也是美国人赫里斯所写的他的名字就叫 Asian Waters: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And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expansion， 你看英文写的就非常直白了，中国扩张策略比你这个南海争霸梦翻的还更直白到底为什么美国人会一直觉得中国在南海想争霸？那中国真的在历史上在南海争霸吗？刚刚学弟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矛盾，就是
既说中国是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又说中国是一个在全世界扩张势力准备要称霸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这种矛盾让我们听了也觉得很崩溃，对不对哈？南海就成为这个中美之间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啦哈。我们看到那个照片，就是美国的 B-52轰炸机跟中国的歼11战机有相当近的这样一个距离。这个毕竟还是没有撞到，对不对？其实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2001年那一次在这个海南岛附近的领空，当时那个中国大陆海航的歼8战机就跟美国的 EP-3D 的那个电子侦测飞机就发生了碰撞，后来中国大陆的海航的战斗机就坠毁了这个驾驶员王伟中校就不幸殉职了然后这一架美国的这个叫电子侦测机，其实讲白了就是间谍飞机啦，就是来收集各种参数情报的，然后也被迫在海南岛迫降也引发了中美在外交跟军事上的一些危机。不过那已经很早，那是2001年的事情了那首先我们就要看说，那为什么南海会变成一个争端的场域？我们就要从南海的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先来做一个这个理解各位，南海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周围只有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就是中华民国当时的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周围其他你看到什么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甚至再远一点的像新加坡，全部都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也就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这些国家因为在大战期间一度被日本击败嘛，所以你看到这些周围地区都被日本所占领，或者是被控制所以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这个殖民浪潮的这个退却，欧洲的殖民帝国也逐渐走向了没落。这些国家像法国所控制的中南半岛，像越南这些国家，像英国控制的马来西亚，也逐渐的要走向这个独立，知道吗？所以才使得南海地区的主权在这之后1950、60年代之后才慢慢被凸显出来但是中华民国在当时的这个南海地区的主权伸张，其实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了。我们知道，首先我们晓得在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宣言当中，都要求日本必须要宣布他放弃在太平洋地区各岛，尤其是南海地区，像西沙、东沙这些群岛，他们的管辖或统治权就是你过去侵吞的这些岛屿，你必须全部吐出来然后后来在1945年、46年，就根据这些条约，当时的中国海军就进入到这个南海地区在这个许多重要的岛礁上面就树立了界碑。后来中华民国政府也公布了所谓的11段线嘛，图上这个蓝色的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公布的11段线。后来1949年之后政权更迭，一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南海主权的伸索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后来越南独立之后中国大陆为了要支持这个越南的独立，所以也把当时叫东京湾就今天的北部湾的一部分的领海跟岛屿跟越南之间又做了一个重新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上角这个10跟11这里就是有调整的地方。对，就是所谓变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9段线等到这个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整个亚太地区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一度在南海周围还驻有非常强大的兵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越南建立了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军事基地金兰湾，可以停靠航空母舰的各位，这是非常大的基地金兰湾。另外还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以及克拉克拥有2个大型的海空军基地，当时也在台湾建立清泉岗机场B-52轰炸机可以停的这个一部分也是为了美国在60年代之后介入东南亚的战争嘛，就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越战，对不对？在这个南海周围维持强大的军力，然后能够在这个越南战场上进行它的这个军事行动后来等到1970年代，美国旷日持久，美国没有办法再打下去，这个东南亚地区逐渐撤军。简单说，就是美国在东南亚，或者说在整个南太平洋的这个军事的防御重点，就从南海周围退到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关岛。那南海周围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在当时这个中华民国一直都占领了、控制了这个东沙群岛跟南沙的太平岛。太平岛是所有的天然岛屿当中唯一一个有淡水的，而且是唯一一个还比较大，可以建机场、建码头，其他都是所谓的岛礁。那些岛礁其实到了涨潮的时候几乎都淹没了可是还是发生了2场我们知道的战争，一场是1974年中国大陆跟当时的南越共和国，事实上这个国家再过1年就要灭亡了跟南越共和国发生了历史上的西沙群岛战役。各位，这个战役其实是划时代。第一个，过去我们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两岸对峙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海军基本上只活动在大陆沿海地区嘛，因为防止
国民政府的这个海军以及特工人员从海岸渗透哈。那1974年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南海跟东海舰队啊，经过台湾海峡进入到这个南海的腹地来作战哈。这是一次长距离、远距离的作战哈。这个1974年这个战役规模也相当大哈，跟当时的南越政府的海军作战。另外一次就1988年年初哈，就是大陆把它称作叫做赤瓜礁海战啊。1988年这一场海战规模就更大，中国大陆出动了3艘护卫舰啊，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它的海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大型舰艇的远征。这1974年一次还是以这个鱼雷艇跟炮艇为主哈，这一次1988年这一次是3艘大型的这个护卫舰的远征到南海这边作战，所以简单说，中国大陆展现了非常旺盛的企图心，就是必须要在南海这边树立自己的海上势力啊。这个台湾这边始终还控制了东沙跟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哈。在1980年代之后，这个我们知道南海周围的国家，像菲律宾、像越南、像马来西亚，都开始逐渐的侵占了在南海上面的各个岛礁，慢慢这个扩张他们的势力。就这张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有不同颜色的线嘛，对不对？有各国的伸索，对。那各国都号称就以他们所占领的岛礁为核心，开始扩张就或者是宣称他们的领海的一个范围。所以你看，各国的领海都在这边都有所谓的这样一个重叠这样一个情况。美国在这里的军事势力在越战之后虽然逐渐退出，但并不代表美国就完全不插足这里的事情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南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可以分2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南海是东亚所有重要国家，也不只是海峡两岸而已还包括日本跟韩国，就是他们从马六甲这边运送的生命资源，对不对？石油这个必经的一个海域。这是非常重要的，没错可以说是东亚国家的经济生命线，我们可以这样讲，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南海在80年代中晚期之后，也被发现拥有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就是在整个南海的腹地里面。这个当然南海它本身还有渔业资源等等，但这都还是其次啊，主要是也发现了石油跟天然气这种海底的这种矿场的资源。更让南海地区开始这个竞争就逐渐的这样白热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就更不可能不管这个南海这里的问题。中国大陆的这个海空军力量在这个世纪，尤其是2001年南海撞击之后，中国大陆也致力于发展它的海空军力量。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这20年中国大陆的海空军的力量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我们一般讲所谓的黄水海军、绿水海军，现在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蓝水海军了，对不对有2支航舰战斗群可以进行军事任务，是标准的蓝水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的军机以及军舰这种摩擦的情况就会这个更常出现，我们就不觉得意外把这个历史眼光再拉远一点，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在南海这边进行过它所谓的这种霸权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我们就人类的历史文化的一些原则来看的话，最早在南海上面从事航行以及从事航路的标定和探索，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我们太远的我们就不说，到唐代的时候当时中国的船只经由广州，当时广州叫番禺嘛经由番禺，然后进入到整个南海的这个腹地。在经由当时南海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跟中国关系很好，叫三佛齐王国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对不对？各位，这三佛齐王国是很长寿的国家，1000多年从南北朝时代就跟中国有来往，到了唐代的时候，是唐代在这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藩属为说是中国海上的一个盟邦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常常来朝贡再从以三佛齐为出发点，又进入到印度半岛，当时说的5天族或者说9天族印度半岛上有很多国家。其实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像法显这些僧人就是从海上对，在南北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走过了。然后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玄奘法师走的是陆路嘛但事实上玄奘法师曾经一度要选择海路回来，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法显是比玄奘更早的嘛。其实海上的航路很早就打开了，这边补充一下200多年。好，我们先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唐朝的贸易路线图，三佛齐在哪里？三佛齐就是在印尼就今天的马六甲这里很多人会把藩属国跟殖民国讲成同一种东西，完全不一样。对，明朝甚至不愿藩属国你太常来
我同意你来再来，你不要太长。为什么？因为你来，我要给你给的比较多啊，我会亏啊，我亏钱。反正是负担嘛，对中国来讲。我就讲嘛，除了意大利人殖民之外，有谁这样干？所以意大利殖民会直到亏本啊，就是意大利殖民技术落后嘛。那另外我们就从历史来看哦，到了宋朝的时候，那更别说以宋朝的武力，你看桑佛齐还活着，有没有看到？他还在这个苏门答腊岛上啊，他这个国家是无名古国，你看他依然在。中国并没有去攻占其他国家，那你在说，不对啊，就宋朝国力这么弱，你跟我说宋朝，未散，好，没关系。那我们讲明朝，明朝够强了吧？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大家可以去看哦，宝船的规模跟哥伦布的船那个对比哦，对，根本就不能跟中国那时候的航海规模。郑和一次下西洋带上万人出去，对，就算今天的航空母舰一条都装不了上万人，最多有200多艘船，有人做过考证。是啊。非常庞大的舰队。对，你看他到处去，他也是打通了贸易路线。后来中国基本把宝船给停了，剩下的是什么？主要就是人民自己的海外的移动。这个我们所谓东南亚的很多的华人的祖先，就从明朝的时候开始慢慢逐步的移民嘛，但它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真正开始改变世界格局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地理大发现开始，这个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贸易路线的改变嘛。当你贸易路线从传统的沿海航路改成这种世界航路的时候，它对殖民的需求就增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其实有个很基本的逻辑啊。当你是采用沿海航路的时候，你是一边航海一边贸易，所以去一趟回来都很久。当你就变成全球贸易航路的时候，因为你是直接离开了本土嘛，所以你的目的很明确，你就是要赚钱。那你这个赚钱，它是跟本土脱离的时候，它就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补给点。他才有办法维系他这种长程的，对，而且最好赚钱是什么？就无本生意。那什么是无本生意？就掠夺嘛。它的基础逻辑发生了改变嘛。以前下海一次，他就沿路卖，回来的时候他带回来。所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从历史的逻辑上的一个变化了。所以所谓的海上霸权，从中国历史来看，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个朝代，不管是唐朝、宋朝、明朝，这些比较有下海的朝代，基本上都没有在整个南海周边，甚至到了印度洋周边建立任何的直属关系的国家。当然，有一些国家他愿意成为朝贡国，或者是他愿意受明朝来官封，这个是有发生的。但那一种对应的关系跟所谓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是相差太远了啊。那是一个所谓的秩序的宣导了，就是说在这里总要有人维护秩序嘛。那谁是最强的国家，谁要负责维护秩序啊？那种逻辑是不一样的啊。那当然，同样秩序包藏在背后可以有不同的逻辑。有些就说，那我既维护秩序，那你当然交保护费啊，那就成为霸权的基础了嘛。霸权的基础就从这边来的嘛，是像大陆学者葛兆光等人的考证可能东汉时期就是小乘佛教，可能就是从海路这边过来。大陆学者是有研究跟考证，这个我们不详细讲。简单说，就中国在南海这边的航行时间非常久这个用今天的说法，就海上丝绸之路嘛，对不对？这个阿拉伯世界就是在当时的那个伊斯兰世界，以及甚至从这里进入到东罗马这些地方进行所谓的贸易。像我刚刚讲，跟东南亚各国朝贡活动也是在这边进行的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虽然中国曾经在这个地方有这么活跃的这个活动，可中国没有扶植过南海周围任何一个国家所以这就很奇妙了，对不对？我可以告诉各位这边就要回归到一开始学弟讲，西方人说所谓的霸权，对不对？中国说在这边搞霸权，事实上所谓霸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其实今天西方人所谓霸权的定义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才有的。霸权其实就是说白了说穿了，就是有2个很重要的条件在支撑。第一个是政治上的控制，或者说政治上的压迫；第二是经济上的榨取。简单说如果我们从这2个标准来看，不但古代中国没有，今天中国也没有说中国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利用它的军事力量去压迫或强迫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要接受中国的支配，并没有这样子经济上的榨取那就更谈不到了中国跟东盟国家当然是有一些合作，没有错啦，就是我们看刚刚结束一带一路的峰会嘛，对不对？那中国也在东南亚各国，比如说我们晓得亚万铁路啦、中老铁路啦等等这一些的修建以及各种的合作项目，但这种也是基于一种平等互惠所以我们就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就是我们刚刚讲地大发现之后对所谓霸权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学历史的人就知道嘛，
基本上是套在中国身上就很奇怪哈。这个基本上是很难以成立的，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啊。这个所谓的南海霸权这件事情，是西方人他自己不断的在做他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论述，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宣传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个事实依据在里面。我再跟各位讲，刚刚那个照片里面那一架是美国的 B-52，B-52是什么飞机？各位知道吗？战略轰炸机。对，各位，它可以发射长程的巡弋飞弹以及洲际导弹。所以你看它可以携带核弹头，对，没错，完全可以。它的轰炸威力是非常大。各位，你看哦，它的战略轰炸机都可以在南海巡弋，这边怎么可以说是中国的霸权？这不是很奇怪、很矛盾的事情，是不是？学长，我一张图附和你的说法。这个是什么？美国2020年全球海外基地啊，各类的海外基地。大大小小星罗棋布，全世界上你就没有哪一州你找不到美军的基地。我跟大家讲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左上角？因为这个是这个麦卡托投影法嘛，所以这个格陵兰看起来很大，有没有？这实际大没那么大了哈。但是重点，你看这里也有一颗星哦，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北极圈内也有基地啊，这么大一个基地啊！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美国的基地了，对，几乎可以这样讲，连北极都可以有一个太空基地哦。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什么是霸权？刚才学长有提到几个嘛，政治上的控制嘛，经济上的榨取嘛。那政治上的控制仰赖什么？听不听我的？你有没有看过砂锅大的拳头？你听我的啊，会听。那什么是砂锅大的拳头啊？就是 military base。对 ，basis 还要加 s。中国就算给了一些经济上的援或技术上的援助，也从来不会要求就是受到援助的国家在意识形态跟政治制度上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哦，并没有这样子啊，里面就有很大的一个悖论跟矛盾在里面哈，值得我们去商榷了。其实我坦白说，中国大陆在“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刚出现的时候，也曾经邀请过欧洲国家参加，有啊，意大利啊。对啊，另外澳大利亚都有啊，连南太平洋国家都有，所以本来一开始这个平台就是建构一个合作的一个平台，就是这样子而已哈。是后来逐渐有人把它往政治的方向去叠加嘛，所以才变成我们今天的认知，好像说这是中国大陆所建构的一个跟西方对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盟。其实这个本身是有点奇怪的哦。其实我们再讲白一点，未来有一天，各位观众也可以等着。这个美中关系如果有所缓和的时候，矛盾没有那么深的时候，你等着看，一定会有很多国家愿意加入这个平台，就是现在不参加的这些国家，因为这是互惠共生很好的事情，对大家来讲其实是值得去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讲到这个所谓陆上霸权，我刚才提到“一带一路”哦，那“一带一路”的话，其实最近西方对“一带一路”是非常的敌视的。好，我可以直接用敌视两个字，非常的攻击的，或者对敌视戒备攻击，看你喜欢挑哪个词汇。所以他们也鼓励印度去发展所谓的香料之路吧，欧洲版的一带一路啊之类的说法。但是目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了。可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一种陆权的扩张啊？我们知道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陆上邻国，总共有14国哈。我这边从正北方的蒙古开始帮大家算起啊，你可以跟大家蒙古，俄罗斯有2段的哈。然后呢，这边西北这段比较短一点点而已，然后再来北韩就是北朝鲜，再来是越南、辽国、缅甸、印度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印度因为印度这个东北这个地方跟中国有领土上的争端嘛，阿萨姆邦中国称藏南不丹、尼泊尔其实本来是15国因为有一国被印度灭了，叫锡金卡在不丹跟对尼泊尔中间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总共这14个国家来跟中国做陆上交流。那这14个国家，我们如果常看西方媒体的讨论的话，他就觉得说，中国是被天下为重，你跟陆上邻国每一个都很不好。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最近有一个消息倒是这样了，不丹跑来跟中国谈重启边界谈判，而且要谈建交。14个陆上邻国就不丹没有建交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这个中国跟不丹的边界谈判有重大的进展中部边界会谈这个不是不丹的不了不要误会睽违7年重新举行那王毅呢，中国外事办的主任兼外长就是说尽快以法律形式将中部友好关系固定下来。公
布了10月23到24呢，第25轮的中部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啊。那由代表团由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孙卫东以不丹外交大臣丹迪多吉来率领那就深入的讨论并签署了关于中部边界勘定联合技术小组职能合作协定。简单来讲就是要定界了啦，定界就签这个那不单是唯一位与大陆建交的邻国跟中国建交双方在1984年针对数百公里的争议领土进行多次谈判双方释出共同建交的积极讯号，在过去呢都是相当罕见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中国跟不丹呢中间卡了一个印度呢。怎么说呢？徐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不丹的问题其实很复杂。如果能搞定不丹边界问题其实距离中国跟所有的邻居搞定问题已经非常接近了。首先第一个就是不丹，它目前是印度的保护国，也就是它在军事上跟国防上是完全依赖印度。不丹没有军队，境内驻有印度的军队它跟印度的边界也形同不设防。其实严格讲起来，不丹就是印度领土的延伸，它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国王，所有一切的生活几乎是还有它的国家安全，其实完全是依靠印度但是我们再把时间往前面拉一点当年在这个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其实不丹也是受英国的。我先跟各位讲在这个英国殖民时代的印度跟我们今天印度概念不完全一样。那时候印度是非常大块的，比今天还要大块，包括孟加拉包括巴基斯坦包括了斯里兰卡，北边的像这个尼泊尔跟不丹，还有刚刚讲到已经被印度并吞的西金，这一些土邦，当时叫土邦也是受英国驻印度总督的指挥。我们知道就是英国所控制的印度跟中国的边界主要它划界主要是清朝末年的时候，由当时的英国的一个外交官他所片面所画，历史上称作叫麦克马洪线嘛民国2年的时候，就1914年的时候，跟当时袁世凯政府又做了一次确认。不过当时还是北洋政府了对麦克马洪线始终并没有给予正式的承认。这个问题就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中印的边界问题最大嘛。所以为了中印边界问题，1960年代中印还大打出手打过大规模的战争，中印战争。对，中印边界战争大打出手那一直到今天，以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说，藏南纵谷还有相当大的一块是被印度所占领那印度也强调说，它还有一些领土也还是就按照麦克马洪线的分法，也就是犬牙交错的一个状态。这个你说我占你，我说你占了我，这样。那还有一块就是喀什米尔那边，当然那是另外一头，在新疆那边那不丹的边界其实也是这样子，因为当年也是属于麦克马洪线所勘定的边界之一所以中印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不丹的问题当然就不太可能解决。就是刚刚那个学弟拿出来的资料嘛，1984年之后中部两国也曾经多次勘界了，但是也都没有什么结果。当然不会有结果啦，如果印度不点头，不会有结果是不是这样？再加上当时中国的国力也还没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就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解决。当然不丹也不会跟中国建交啦，这个政治跟外交军事都受印度的支配嘛。现在他跟中国大陆就双方同时放出建交的这样的意愿，再加上这个边界勘定小组也已经成立，我想这个边境勘界的问题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各位，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来讲是立下一个重要的典范，就是过去帝国主义时代所残留的问题，可以经由两国之间平等的协商，用和平的手段共同解决。我告诉各位，其实中亚各国也是在从这个90年代之后，他们陆续独立之后，就从苏联瓦解之后独立的，也跟中国大陆进行过很多这种勘界的问题目前已经绝大部分都已经差不多解决。因为中俄的部分也解决了，中俄已无不确定边界对，目前已经全部确定了。那如果不丹这个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的话，那也就代表说，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乐观一点看，或许中印的边界问题也渴望用某一些外交的模式得到相对的解决。跟各位讲，其实中国就刚刚学弟说14个邻国，对不对？而且大部分跟中国都有这种边界上领土上的问题甚至还直接发生过战争嘛，是不是？刚刚讲中印战争就是一个典型，因为中俄之间其实也打过珍宝岛事件。这个其实中国的陆地上的防务是非常沉重，可能是全世界最沉重，因为周围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国家。中越也发生过战争，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海战，1979年发生的，大陆现在把它改成叫自卫反击战，以前叫惩越战争嘛这个战争其实对中国在这1949年
这个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边界所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啦，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再加上国家跟地区有各种的合作的项目啊，一带一路的时候讲到往东南亚方向的时候，讲到中老铁路嘛啊，中老铁路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老挝这个国家其实很多被认为是一个被遗忘的国家，对不对哈？因为它是个内陆国嘛哈，而且它在中南半岛的这个腹地里面，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如果你们晓得那个老挝的地理位置，你们就会晓得，真的就是中南半岛的心脏位置，它刚好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节点上面，跟中国这个越南、柬埔寨还有泰国都有交界哈。那中国将这个中老铁路从云南修到这边来之后，对老挝来讲就改变了它的陆丰状态，当然也使得中国的利益哈，或者说跟这个老挝之间的合作的项目，也可以借由这条铁路而铺陈展开。据说这条铁路未来要往下延伸到柬埔寨，然后从柬埔寨出这个南海。哇，如果这个搞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一部分南海的功能。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中国为什么要在南海这边当年跟越南打仗，也必须要在南海这边控制一些岛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源问题嘛。从马六甲这边好不容易运送上来的这些石油跟矿物的资源，你要怎么样把它运到中国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其实中国最近这10几年都在努力解决这个所谓的马六甲盲场，对不对？那个瓜达尔港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出了波斯湾之后就直接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上来。另外，吉布地那边也设了一个算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真正称得上是海外基地的这样一个据点，其实也是为了维护波斯湾这边或者说西印度洋这里的海运和海上的资源的安全。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突破中国在陆地上这样一个被包围的这样一个不幸的状态各位，地理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对不对？我们可以拿中国跟美国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怎么比。你看这个图就懂了。你看这加拿大被美国给包围。是的，对啊，你看美国东西有大洋，这个南北无强敌，对不对？美国的地理形势就比中国要简单得多，对不对？负担也相对而言就要少得多这个，所以我这一比就知道。所以这边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从历史的这种观点来看，第一大发现以来对霸权的定义来，我们再看就是中国自己本身还有许多的问题要解决，就是它周围有这样的问题，它不像美国，它可以放手在海外去发展它的霸权，中国不是中国必须要层层的铺设。然后不断的布局，不论是过去的民国时代，或到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时代，其实都要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讲白了，中国还是为了自我完善跟提升这个跟所谓的称霸是10万8千里的，没有什么太深的一个牵连就中国所谓的一带一路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南海这边跟周围国家这些布局也好，都是为了完善自己本身，然后能够让未来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够不要受限。并不是纯粹的像西方那样的一个概念，在全世界进行所谓的战略布局，然后进行所谓的这种霸权的这种建立，这其实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可以这样讲。是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对比那这非常明显，中国是一个三面都是陆地，然后有极长的边界，世界最多的邻国因为印度消灭了一国，所以呢还少了一个。当然，我相信印度是很想把南亚上的国家都消灭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你看跟美国这个根本就完全没办法比较。而且大家还要再了解一个事情，美国是它的本土加上阿拉斯加，才约略等于中国的面积。对，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中国的边界有更长，而且更曲折，就是很不一样所以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为什么现在中俄可以背靠背？我们上一期我们不是讲了吗？要谢谢川普加拜登嘛。中国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跟俄罗斯可以像美国跟加拿大的好朋友关系我们先姑且不论俄罗斯会不会变成加拿大，竟然可以，俄罗斯愿意开放资源，愿意开放在黑龙江水系上面的桥梁，愿意开放图们江给中国来使用，因为开放海参崴给中国来使用，不敢想象的。所以今天导致中国逐渐走出去的因素，恰恰是来自于美国的一种恐惧感，西方的一种恐惧感所 push 所推动的。当美国的恐惧感它所造成的，反而是中国周边邻国加速的跟中国来合作。这大家不觉得很吊诡、很讽刺吗？非常讽刺。那到底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恐惧，到底是源自于哪里
不过这边嘴一下来，就说很多人就酸说中国你这个维稳经费很高啊那你看这边就知道为什么维稳经费比较高了嘛。对，美国并不需要在边界上驻大量的所谓的兵力或者是没错啊，对这个维系这边先讲一下我认为西方有2大心魔它尤其是美国啦美国继承了欧洲的一个心魔，然后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心魔，造成他对中国的一种天然的敌视一个呢，我们要细说从头我认为是元帝国学长，当年呢打得太深，打得太远，做得太大。对，你看这是蒙古西征图一路打到哪里呢？打到了欧洲音乐之都维也纳，那是欧洲的心脏我的天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这个19世纪的大陆协调核心在哪里？就是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梅特涅宰相就在这边搞定了欧洲各国。可是你想在欧洲强大起来之前，被蒙古人打了一个史称黄祸蒙古其实是对于西方人来讲是一种对于东方的一种心病。对，我们再具体一点讲，就是担心2件事。第一个就是担心东方的军事力量超过他嘛，因为担心从陆地上进入到过了乌拉山之后，欧洲就无险可守，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当年蒙古人的骑兵可以任意驰骋嘛，对不对就这样。第二个就是对中国的文明的感染力也会有所担忧你知道中国的文明形态跟欧洲完全不一样强调秩序，使用方块制，对不对？天下一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中世纪晚期之后，民主国家兴起之后的这样一个状况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文明形态的不同，然后对军事力量的恐惧所谓的黄祸啦，这个要卡码起来所谓的黄祸喜欢讲这个东西所留下的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啦，我们可以讲，所以他们会认为说中国的强大就会是威胁。实际上，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像习近平主席已经早就讲过啦，其实太平洋很大，中美可以一起游泳，对不对？这张是那个经典之图我这边这个当副主席的时候，我做个补充，这时候习近平已经确定接棒了那当时呢，拜登以副总统的身份邀请，当时还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去参访因为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主席跟英文的这个总统都是 president 所以这是非常有对等的意涵那你看当时还写中美2国友谊长青，有没有在2012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时至今日不知道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主席是心里面有没有点滴在心头了11年了变成这个样子2018年中美贸易战形成之后，美国又提出所谓印太战略嘛，完全就是剑指中国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黄祸的这样一个历史记忆当中又被勾起来了。OK， 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越来越明显了。这又是基于另外一种历史经验在我看这个美国跟前苏联的斗争，就冷战的历史经验而来的如果我们说1945年二战结束，就冷战随时登场，如果我们是这样讲的话，那最后冷战的结局，按照西方的标准，就是1991年的9月嘛，苏联走向这个崩溃这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崩溃，在西方看来就是所谓的按照福山嘛，福库亚马历史的终结论就已经讲，那就是西方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全面胜利人类的文明就到此终结。他所谓终结是说，你不会再产生比西方现在现行的制度更好的一种形态了，就是人类文明的最佳状况就是这样了其实就理所当然把对苏联的经验套用在今天他们对中国的这种敌对的想象上面去了我们如果把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当年的苏维埃联邦我们做一个比较，就发现这2个是根本就完全不同形态完全不一样的2个国家所以这个对比本身是我们可以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比性。首先第一个，苏联的崩溃有个很重要的根本原因是它内部的民族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再来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大陆叫勃列日涅夫，对，台湾翻作布里兹涅夫，台湾叫布里兹涅夫。在布里兹涅夫时代，整个苏联的政治跟经济状况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越战之后曾经一度傲视西方嘛，但实际上已经非常的腐败，到后面整个党的状况就非常不好。当年叫做红色贵族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力都退化。可是目前我们看中国大陆，无论是他的领导人或者他整个国家的领导状况，并没有当年苏联的那种腐化的情况出现，还是很稳定的在推动国家的各种政策。第三是最重要一点，各位知道吗？到了80年代初期，苏联的
的经济并没有那么好了哈。当时苏联的国防预算还是占这整个国家 GDP 的22%到25%，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非常夸张。对，真正所谓意义上的穷兵黩武，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前苏联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中国大陆还是非常致力于这个经济的发展。它虽然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最近这10几年，当然它的海军也有相当程度的扩充，但是总的来看，还是在它整个预算的结构当中，并没有一个这种超支的这样一个状况出现。中国大陆的国防预算，但是还是占它的 GDP 的3%到4%之间，远远没有苏联的那种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基于以上几点来看的话，把中国大陆今天的人民共和国跟苏联来做一个类比，进而就推论出它会跟苏联一样解体，非常奇怪的事情，甚至我可以说是没什么根据的，我可以这样讲。好，我做一点补充了哈。首先我要讲这中国崩溃论真的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切入，因为第一个它没有脉络可循啊。分裂的时候是很多没有错，但是中国不管任何时候分裂，它的政权永远想了一件事：我要统一。从中晚唐一路到了5代10国，我看得很好，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打个不停。到底为什么？就是不是我只是想当老大我就是要统一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当然这有很长的这个文化脉流，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可是你看他那张封面图啊，他就是把中国变成好多块嘛。那你仔细看了，新疆、西藏、内蒙，然后华北到这个甘肃，这个然后到，他就比照苏联模式。对，我就是要对，学长刚刚就点到重点了为什么？第一个，红色恐惧确实让西方人挥之不去当年勃列日涅夫1个月兵要上万台坦克啊。就是钢铁洪流啊，这个让西方人就有很强大的精神压力那一个强大的中国也拥有大量的所谓的武器，现代化的武器的过程当中，钢铁洪流的记忆被唤醒了。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到了黄祸的记忆被唤醒了。那这2个记忆交杂之下，那他当然不能容许中国跟他一样啊。你看，当布林肯去中国拜访的时候，我中国让你有没有？我坐中间，你们两边这样子。那当然回以颜色有没有？拜登我坐中间，你也来两边，这完全一样嘛。这个王毅最近到了美国去拜访嘛，有没有？就是还以颜色，但是这还以颜色的背后啊，其实所凸显出来的是，在这个中美竞争的当下，美国误用了他过去的经验。我第一个，我觉得他的立国时间太短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参酌。第二个呢，这个所谓的黄祸记忆其实已经很遥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西方的语言很多种语言里面，尤其是欧洲语系里面Mongols 到现在还是用来称呼东方人的就是那个蒙古这个词汇所以它那个深刻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今天从整个脉络我们来看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跟中国霸权论，你就会发现霸权论的源头是来自于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假定跟想象。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他过去跟现在的经验。我们今天还没有提到日不落帝国嘛，我们只是从这个美国的这个脉络来看你看美国全世界建基地嘛，刚才给大家看了北极内都有基地我都不知道他跑到格陵兰那盖一个太空基地对吧？西方批判俄罗斯或批判苏联就批判俄国人的就是你不断透过扩张你的领土来维持你的安全感。那美国何尝不是另外一个苏联？只是因为它太好，它就没有陆联国家，它的陆上如墙里嘛，就只有加拿大跟墨西哥，所以好像是这样。可是对于相同的经验，不管他讲的南海霸权论，还是所谓从一带一路看所谓的世界霸权论，其实都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嘛。这样的历史经验始终是停留在西方的逻辑里面嘛。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信跟不自信的一个展现。当中国慢慢恢复到它历史的位置的时候，今天西方人的老大恰巧是历史相当短暂的美国。那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下，他们没有办法做充分的连结，跟一个古老的文明一个古老的国家要怎么样来相处，这是很关键。所以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好了，这一阵子美国跟印度非常好，但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在印度是处处吃瘪啊？当然美国就是傻眼嘛。对，为什么？因为印度人也是个古老的文明，他们也很自信当然印度的这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之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了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崩溃论跟中国所谓的霸权论会同时并存？事实上，这是西方逻辑的一体两面。在他们看来，有霸权就要崩溃。对，杭廷顿说的嘛，
100年要换一个霸权嘛，所以英国霸权崩溃就换美国霸权嘛。那美国如果霸权崩溃要换什么？西方没有人接力啦，接力棒不知道传给谁？传给中国吗？哇，那不行啊！所以那绝对不能接受。对嘛，就是傻眼嘛。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中国要崩溃啊！中国要怎么崩溃？从我们历史经验有一个大帝国崩溃过啊，苏联嘛。所以中国七块论，他就把它套用进来了，变成这样子。对，什么中国崩溃论跟什么叫做中国霸权论，通通都是假的，都是西方的思考陷阱。我称为思维陷阱啊。是的，对，所以我们不要被这种想法给卡住了。中国的复兴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嘛。当中国搞定了陆上邻国之后，那自然而然就是什么叫搞定？不是把它征服啊，是换条线啊。你如果有事可以找我啊，我也祝福你好，我们也可以一起好。但如果你今天你家很乱抱歉，我能帮你就帮你啊。如果你不要我进去，我也不会进去我不去介入你的内政很多人都说这说说而已啊，因为你还是一样进入西方的范式逻辑思考里面。但我是比较感叹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讲那么多，很担心就是有些人还是说，你这个是洗地所以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要去脉络化的看待所有的讨论，那梦里什么都有装睡的叫不醒对，装睡的叫不醒。对啊，希望从历史看待现代让大家有更深刻的一层的思考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霸权跟中国崩溃论，其实都不是答案答案就一个我认为啦中国的复兴或中国的现代化的再次繁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样貌，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很明显就是现代化嘛，就把现代化引到中国，用现代化让中国 flourish。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崩溃论还有所谓的霸权论的讨论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所收获。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也有绿界、PayPal、微信、邮局的赞助那还有支付宝欢迎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粮草，让我们可以继续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今天再次感谢学长这个临时帮我们客串了一下专家讲堂因为我们本来来宾是巧芯他临时有事，最近选举这比较忙所以就那个感谢学长。好，不客气，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好，那我们今天专家讲堂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